美菲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开始之际，还不忘挑衅我国，要求我国遵守南海仲裁案的结果。对此，我国有着什么应对方法呢？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虽然解放军举行的环岛军演是结束了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南海地区就能安稳下来了。相反，在军演结束后，南海的局势仍然不容乐观，因为美菲进行的肩并肩联合军演，在解放军结束环岛军演后的也正式开启。这次的美菲联合军演和过往可不同，是美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，双方预计出动17600人，其他10多个国家也会派出士兵，作为观察员参与这次的演习。虽说这次的演习，美菲双方都称只是一次很正常的演习，并不针对任何人。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也表示，禁止在菲美军使用菲律宾的基地对外发起进攻。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是专门针对中国而进行的一场军演。特别是美军还打算在黄岩岛周边部署一艘靶船，用海马斯火箭炮将其击沉，挑衅意味十足。现在这边的美菲联合军演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始了，但美菲还没有忘记挑衅我国。在华盛顿举行的2+2会谈上，美菲两国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发布了共同声明。声明中，除了美国为了在菲律宾军事基地能够快速部署，会给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投入上亿美元的资金之外，还要求我国遵守在2016所谓的南海仲裁裁决。对于这个南海仲裁案，大家都知道，这就是美国一手主导的一场闹剧。在未经我国同意的情况下，单方面组建了一个南海仲裁庭，不但否定了国际公认的9段线，还表示中国在南海海域并没有所有权，等于是说我国在南海并没有主权。菲律宾非法侵占我国的那些岛礁也都是合法的，简直是胡扯。面对这种离谱的判决，我国自然不可能答应。为此，当时因为这个南海仲裁案，我国海军是主力齐出，而当时刚上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想和我国打好关系，选择了搁置这份裁决。而对于杜特尔特主动释放的友好，我国也和菲律宾在前几年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和往来。不过在新总统马克思上任后，这一切就发生了变化，不但停掉了我国之前和菲律宾达成的铁路建设项目，还对我国的岛礁虎视眈眈，一直都在搞事情，并且为了能够夺走这些岛礁，不惜引狼入室，让美军能够进驻菲律宾的军事基地，从而为菲律宾提供强大的武力支持。现在这联合声明又要求我国遵守南海仲裁案，这不就等于是让我国赶紧把那些在南沙地区的岛礁都让出来，白白送给菲律宾。而这份声明一出，也就意味着我国在南海地区的基建又要重启了。虽说南海仲裁案是在2016年的7月份做出裁决的，但实际上这场闹剧早在2013年就开始了。当时的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·阿基诺三世是个不折不扣的亲美派，所以在南海问题上弄得中菲之间十分紧张。而在2013年，阿基诺三世提出仲裁案后，我国就在南海地区开启了大基建时代。在2013至2014年间，对永兴岛开启了扩建，面积增加到了3.16平方公里，新增一个大型停机坪，可以停靠解放军的重型战机。并经过多年的发展，这个小岛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在海上的迷你城市。在2015年，有了永兴岛的基建经验后，我国的填海造岛技术更进一步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，将美济礁从一个不到2平方公里的小岛变成了一个5.66平方公里的南沙第一大岛。到现在，我国已经在南海地区吹填了永兴岛、美济岛、主碧岛、永暑岛、华阳岛、南薰岛、东门岛、赤瓜岛8大人工岛，其中永暑岛已经基本实现了要塞化，成为了我国在南沙群岛的军事指挥中心。有了建造这8大岛礁的经验，我国在填海技术上更进一步。当初对美济礁进行填海造陆时，用的是天津号挖泥船，现在我国又有了新一代的天鲲号，
在效率上比天津号要翻了个倍，并且第3代的挖泥船也在研发当中，到时候效率相比较天津号更是翻了无数倍。相对美济礁进行的填海工程，我国现在将时间缩短到1个月也不是不可以。在新一代挖泥船诞生的情况下，马力全开半个月也不是不可能。而这半个月有什么用呢？美菲进行的肩并肩军演也就持续到月底结束。如果说我国现在就重启南海基建的话，那么美菲军演结束之际，也就是我国对南海岛礁的基建完工之际。